看到这一行字，林婉儿立刻道：“听子应该就是纽约皇后区。”如此一来，这张照片确实是在皇后区拍摄的。至于鸠，大都用在中文周这个姓氏的英文翻译。看来与公子父亲合影的这个人姓周，而且是个华裔，只是不知道他叫周什么。你说的对，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同时一双眉毛也不断紧蹙。他喃喃道：“我总觉得这个姓周的男人有点眼熟，可一时半会儿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”林婉儿忙道：“公子不要着急，之所以会有眼熟的感觉，一定是因为公子的记忆中确实有一张类似的面容，只是公子对那个人的记忆可能不太深刻，亦或者只是有过非常短暂的交集，所以公子也不要着急，仔细想，一定能想到线索。”说着，他问叶晨：“公子除了觉得这个人眼熟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让你感觉奇怪或者熟悉的线索？”叶晨不停地揉捏鼻梁，口中说道：“其他线索的话，我总觉得，就这张照片来看，这个姓周的不只是有点眼熟，还有某一个点比较熟悉，似曾相识，但我脑子里总是抓不住具体的线索。”林婉儿宽慰道：“公子莫急，我们一样一样梳理。先说公子与这位周姓男子的穿着打扮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细节？”叶晨看了看，道：“我父亲穿的应该是上个世纪末比较流行的飞行员夹克，旁边这位穿的就是普通的呢子风衣，在那个年代应该都是比较正常的装束打扮。”林婉儿又问：“那皇后区呢？公子的父母在美国生活多年，有没有跟你聊起过皇后区，或者有没有带你去过皇后区？”叶晨思忖片刻，回答道：“我记忆中与父母一起去美国，或者跟我母亲回去探亲，一直都是住在长岛，除了长岛之外，一般也是去曼哈顿多一些，对皇后区没什么明显印象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即便是这家古董店，我也是前些天从我大舅口中才得知的，之前我父母从未跟我提起过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的表情忽然僵住。林婉儿没注意到叶晨的变化，而是盯着那张照片仔细地看个不停，口中道：“或者我们可以问一问您父亲以前的老部下，看看他们认不认识这个人。”说完，林婉儿并未听到叶晨的回应，于是便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公子？”叶晨此时依旧没有回应。林婉儿转头看向他，见他面露骇然，整个人仿佛被施了定身术一般，于是连忙问他：“公子你怎么了？”叶晨这才被林婉儿的询问骤然惊醒，随即他额头与脸颊开始冒出冷汗，极少见有些慌乱地说道：“我想我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有点眼熟了。”林婉儿惊讶不已，连忙问：“公子想起来了？”“对。”叶晨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解释道：“你说他姓周，我就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然后是他们身后的古董店。”说着，叶晨看着林婉儿，表情依旧惊骇不已地说道：“你记不记得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岳父不懂装懂，非要去古董店开眼界，结果却失手打碎别人一只玉壶春瓶的事情。”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当然，公子便是在那玉壶春瓶的残骸中得到了九玄天经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奴家怎会不记得？”叶晨点点头，指着照片中与父亲并肩合影的男子，喃喃道：“当时那个古董店的经理，就是他。”“什么？”林婉儿顿时瞪大眼睛，声音都有些颤抖地问道：“公子是说，这个20多年前与您父亲在纽约一起合影的男人，20多年后在金陵的古董店工作，并且就是他将藏有九玄天经的玉壶春瓶给到了您岳父的手上？”“对。”叶晨坚定地点了点头，“我确定这个人名叫周良运，
而金陵那家古董店名叫吉庆堂，是金陵宋家的产业。当时吉庆堂经营的并不算好，在偌大的宋家产业中，只是不起眼的边边角角。负责吉庆堂这条业务线的，便是现在的宋家家主宋婉婷，而这个周良运是当时吉庆堂的经理。说到这里，叶晨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。以前他觉得自己得到九玄天金完全是走了狗屎运，直到前段时间他听大舅说起父母曾经得到过九玄金续，他推测九玄金续与九玄天金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，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。现在他忽然发现吉庆堂那个名叫周良运的经理在20几年前竟然是父亲的好友，而当初那个玉壶春瓶就是由他的手交到了自己老丈人萧长坤的手上。当时老丈人与他一起在 VIP 室，而自己则等在门口，所以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，可是从老丈人后来的叙述中可以得知，当时周良运将那玉壶春瓶从精美的包装盒里取出，并且递到了老丈人手上，而老丈人手上一滑，便将那瓶子摔到了地上。现在看来，有这个周良运穿插其中，这绝不可能是巧合。于是叶晨下意识地掏出手机，立刻给宋婉婷打了过去。现在唯一能了解这个周良运的途径，恐怕就是宋婉婷了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晚上接到叶晨的电话，宋婉婷还有些隐隐的雀跃。她欣喜不已地问：叶大师怎么这么晚给婉婷打电话？叶晨强压住内心的紧张，开口问道：婉婷，我想问问当初吉庆堂那位叫周良运的经理，现在还在宋家工作吗？不在了啊。宋婉婷下意识道：当初他在吉庆堂对您和您岳父很无礼，而且还看不出您修复的那只玉壶春瓶的真正价值。婉婷觉得他不仅职业道德有瑕疵，就连职业素养也有很大缺失，所以就把他开除了。开除了？叶晨连忙问：那他后来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了。宋婉婷道：那件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叶晨又连忙问道：那他是什么时候去吉庆堂工作的？宋婉婷道：他在吉庆堂工作时间很短，前前后后一共也就1个多月，不到2个月吧。一听这话，叶晨心里更是惊诧，这个周良运在事发前2个月才到吉庆堂工作，这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似乎就是为了自己才去的吉庆堂。想到这，叶晨连忙又问：婉婷，当时是你招的他吗？是。宋婉婷道：当时我在宋家并不受重视，而且又收到大伯和堂哥的排挤，所以家里就把吉庆堂这块业务给了我。当时吉庆堂已经入不敷出了，内部也非常混乱，员工内外勾结的老鼠仓很严重，所以我就把人都开了，重新换了一批新人。周良运就是那个时候来应聘的。叶晨道：你当时为什么要招他？宋婉婷想了想道：这个人一开始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，对东西方的古董知识非常了解，而且为人谦逊，很有教养。面试的时候也能看得出这个人口才很好，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，再加上工资要求也不算离谱，总体感觉性价比极高，所以我面试当天就让他入职了。说着，宋婉婷又有些懊恼地说道：只是我没想到这个人本性竟然这么差劲，那天不但冒犯了您岳父，甚至还冒犯了您，连您那惊为天人的修复手法都看不出来，这一点是我识人不慎，还请叶大师原谅。叶晨心中暗忖，想来宋婉婷口中那个对古董非常了解、为人谦逊、极有教养的人，才是周良运的真实身份。
至于那个因为摔了玉壶春瓶就气急败坏，抽自己岳父耳光并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周良运，反而才是他的伪装。这时，电话里的宋婉婷问他：“叶大师，您怎么忽然想起来问周良运的事？”叶晨掩饰道：“我没事，就是与朋友聊及当初，忽然有些感慨，想问问这个人的情况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问：“对了，婉婷，你能找这个人的资料给我吗？”宋婉婷道：“我问一下现在吉庆堂的负责人，当初吉庆堂的员工资料还都在吉庆堂那边的电脑里流荡。吉庆堂最开始工商注册就没注册在宋氏集团旗下，所以那边的员工资料没有合并到宋氏集团的人事档案里，管理上也没有宋氏集团正规。”叶晨便道：“那就辛苦婉婷你帮我问一下，找到之后尽快发给我。”“好的，叶大师。”叶晨挂了电话，便对林婉儿说道：“待会儿拿到资料，辛苦林小姐发给孙老爷子，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个人的所有档案资料。”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公子放心，奴家第一时间告诉他。”叶晨点点头，便与林婉儿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宋婉婷的反馈。而宋婉婷的效率也很高，几分钟后就给叶晨发来了一份文档。叶晨打开文档，看到周良运国籍那一栏写着华夏，籍贯那一栏写着金陵，就知道这份资料大概率是假的。继续往下看，里面关于周良运的个人简历更不具备任何可信度。简历中，周良运一直在国内从事古董相关的工作，说他20多年前就在燕京潘家园摆摊卖古董，后来又辗转国内几个地方，干过古董商贩，干过古玩店的店长，甚至还干过工厂专门生产低端文玩。整个简历中只字未提他曾经离开过华夏，但父亲与他的合影明明就是在美国皇后区。更离谱的是，语言一栏周良运只写了中文，没写英语。作为一个出过国的人，而且是20多年前就出过国的人来说，他的英语大概率不错，而英语对找工作也是一个加分项。他没理由不写在上面，除非他根本就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出过国。而且学历一栏，周良运写的是高中，按照这个简历打造的人设来看，这就是一个高中高考失利，然后一直投身古董行业摸爬滚打的吊丝。虽然吊丝不是学院派，但好在实操能力还不错，在古董行业一线积攒了20多年的经验之后，也算得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家。叶晨看完之后，有些沮丧地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我看这份简历里的内容，大部分应该都是假的。”一旁的林婉儿苦笑道：“奴家觉得这里面这么多字，可能就周这个字是真的，他应该真的姓周，毕竟公子的父亲在相片背后也写了周。”叶晨问他：“你觉得他的名字有可能是真的吗？”林婉儿耸耸肩：“奴家觉得绝无可能是真的。”说着，他指着简历上的名字，无奈地笑道：“公子，他叫周良运，良运啊，不就是好运气吗？翻译成英语就是 good luck。”虽然良运这名字在华夏人民里也不算少见，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拿出玉壶春瓶给公子的岳父，间接让公子得到九玄天经，间接促使公子御风化龙的人叫良运？以奴家看来，这个名字大概率就是为公子您起的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